我的父亲为你弟打下赫赫江山，但在他遇袭身亡之后，我却被贬到贫瘠的北凉。但我秦泽觉醒了至尊领主系统，是要取走女帝的一切。4天后，在京师的庆王府的大堂上，庆王坐在高椅上，面色凝重，手轻抚额头，眉头紧锁，显得极为烦躁。而他的女儿永宁郡主金长歌却显得格外轻松，她悠然站在父亲面前，不解其意的轻声询问：“爹，秦泽将军带兵击退了屠原的入侵，守住了西京，这不是大喜之事吗？为何您看起来心事重重？”庆王冷哼一声，摇头表示否认，对女儿的乐观不以为然。金长歌不满地反驳，认为秦泽的胜利应当被赞扬。他无法理解为何父亲对此如此负面，尤其是在秦泽成功地守护了大钱的领土，甚至斩杀了屠原8万大军的情况下。他坚信这是提升大钱士气、保护领土完整的英勇之举。庆王则担忧地指出，秦泽的这一行动可能会导致大钱和屠原国之间的正式开战。他忧虑地解释，尽管这看似是一次胜利，但实际上却可能给大钱带来更大的祸患。庆王不理解秦泽如何能悄无声息地带领这么多兵马前往西京，这一切都违背了与屠原国的和平协议。在这场父女之间的辩论中，金长歌坚持认为保卫大钱的领土和民心是至上的，而秦泽的行为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无法接受父亲将秦泽视为潜在的敌人，反对屠原国的退让政策。庆王沉重地提醒女儿，秦泽的行为虽然目前看来是为了大钱，但长远来看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战争，并且秦泽有可能因此谋反，这会给大钱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他强调，家族和国家的忠诚是最重要的，金长歌需要认清这一点。随后，金长歌离开大堂，回到自己的闺房，深感心中的矛盾和纠结。他对分割西京的决定感到不解，更加不理解父亲对秦泽的怀疑和反对。在闺房中，他静静的反思，而外头的风暴似乎预示着未来更大的风波。与此同时，在尚书府宗祠内，张丽和他的女儿张子生也在讨论秦泽的胜利。张丽对秦泽的成功感到振奋，认为这是为大钱扬威的壮举。清闲殿内，桌案上乱丢一堆奏折，地面上更是散落着一地的文件和物品，其中包括一只刚被愤怒的金风鸾砸向金建德的笔筒。金建德此刻跪在冰冷的地面上，他的位置恰好在一堆散乱的奏折和笔筒旁，面对着铁青着脸的金风鸾。金风鸾的眼神冰冷，目光锐利，如同冬日的寒风，他的怒火几乎要将眼前的金建德冻结。他责问金建德关于5天前的承诺，5天内将秦泽除掉。然而现在不仅秦泽安然无恙，连派去的刺客都音讯全无。金风鸾的质问如同利剑，一次次刺向金建德的自尊心。金建德脸色涨红，他的身体僵硬，似乎连呼吸都困难。金风鸾步步紧逼，他对金建德的千机营的无能为力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在他看来，千机营的职责是监察和保护国家安全，然而秦泽带着30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般进入西京，并在边境大杀特杀，完全出乎他的预料。金风鸾一边质问，一边用力踢打金建德，愤怒地责问千机营究竟在做什么。金建德低声辩解，提到秦泽的行动完全出乎预料，他们无法预测秦泽会选择去西京。从金建德的话语可以感受到他的无奈和辩解，但这并不能平息金风鸾的怒火。他再次怒斥金建德，指责他找借口。就在这时，金建德不小心提到了金风鸾之前的一句话：秦泽去西京反而符合他的心意。这句话让金风鸾更加愤怒，他的脸色从铁青变为怒红。他愤怒地踹了金建德一脚，责怪他提起这件事。他提到皇家的黄天威，金建德的绞杀失败让他更失望。金建德辩解说，皇家已经被剿灭，只有黄天威逃脱。金风鸾担忧黄天威和秦泽一样会成为他的新威胁。此刻东海之滨，黄天威正站在一艘木船的船头，目光冷冽，眼中充满复仇的火焰。他的家族因为被金风鸾陷害而遭到屠戮，他发誓要为此复仇。黄天威的亲兵尽管受了伤，但仍旧忠心耿耿，他们愿意跟随黄天威直到复仇的那一天。风呼啸而过，海面被卷得浪花翻涌，这广阔无垠的汪洋中，木船飘荡着朝着远处而去。在边境的一处屠原军营地，气氛显得格外紧张。营地内，士兵们忙碌着加固防御工事，准备着可能发生的战斗。在这种氛围中，一间宽敞的营帐内却传来了一阵大笑声。这声音来自于屠原国的元帅摩柯丁，他坐在帐中，脸上泛着醉意，身边堆满了战图和情报。摩柯丁的大笑引起了一名部将的好奇，他不解地询问元帅为何发笑。摩柯丁头发微乱，眼神锐利，轻笑着回答说他在笑镇北王的无谋。镇北王先前虽然打了胜仗，却没有乘胜追击的行为，认为对方不理解战争的基本原则。部将听后提出可能是对方粮草不足，或是不想全面开战的原因。摩柯丁却不以为然，认为问题不在粮草，而是大钱内部的问题。他分析，镇北王私自带兵前来，暗示大钱内部可能有着复杂的权力斗争。突然有部下急匆匆地报来援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宣布了令摩柯丁意外的40万大军和红河英雄米特里将军的加入。红河英雄米特里的到来更是让摩柯丁心中无比振奋。虽然说米特里是亚瑟亲王阵营的人，但他勇猛无比，乃是屠原国数一数二的猛士，更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好男儿。
在图元国，红河上的雄鹰之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河英雄米特里从未打过一场败仗。这一消息不仅让摩柯丁震惊，也让他深感振奋，认为这是图元国全力以赴的象征，是对大钱的有力回应。在遥远的图元国，红河之上翱翔的雄鹰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尤其是提到米特里的名字时，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竖起大拇指，表示最高的敬意。米特里，这位出生于图元国红河边的英雄，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战斗才能。他的青春年华在沙场上闪耀，20岁之前便已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不仅是无数图元少年梦寐以求的榜样，更是战场上将士们心目中的支柱。传言若是5年前的西京之战，如果米特里能够亲自上阵，那么那片土地绝不会落入大钱之手。可惜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米特里错过了那次战役，导致图元军遭遇惨败，西京遂成大钱领土。如今米特里亲自率兵赴战，整个图元军营都为之振奋，信心倍增。营帐中，摩柯丁大笑着，心怀壮志，他对眼前的局势充满信心。40万大军加上他自己的12万，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相信，就算是大钱，也难以抵挡他们的攻势。此时此刻，营帐中的将领们也都信心满满，纷纷展现出胜利的笑容。与此同时，在图元国的边境，一支浩大的军队正踏着厚重的雪地前进。这支军队装备精良，人数众多，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携带着数百件大型工程器械，每一件都展示出图元国的军事实力。而在这支军队的前列，是一群身着飞虎盔甲的骑兵，领头的正是米特里将军，红河上的雄鹰，英勇无比的战士。米特里将军的旁边是一位身着皮袄的男子，竟然是屠杀东。他面色阴沉，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充满了凝重。他和米特里讨论着对方的强敌镇北王秦泽，此人不仅实力强大，且野心勃勃。米特里听后虽然表现出轻松的态度，但心中已经做好了彻底击败对方的准备。米特里的决心不仅是为了图元国的荣耀，更是为了那些在过去战斗中牺牲的图元勇士们。他手中的荣耀之剑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他誓言以敌人的血洗尽有军灵魂的凭证。他深信这场战斗不仅是对图元国的救赎，更是对那些失去生命的尊重。而在西京城外，北凉军营中的景象则是另一番光景。无数士兵正忙碌地搬运巨石，这些石头有的从城外取来，也有的从西京城中取得。他们被载着运到一起，堆砌起来的石头已经快成了一座小山。尽管石头已经很多，但士兵们就如同一个个勤劳的工蚁一般，还在孜孜不倦地运送着。在西京的一处军营里，秦泽站在帐篷内，目光如炬，注视着他的积分余额不断跳动，显示1195万，增长中。这是他在过去4天里，加上到达西京当天累计的500万积分，总计达到了2500万积分。除去粮草在这4天内消耗的240万积分，以及1000万用于升级商城的积分，他手头上剩余了3260万积分。利用这笔庞大的积分，秦泽在3星商城中兑换了一批全新的军事装备，包括300辆木车，每辆消耗2000积分，总计耗费60万积分；一辆战炮耗费5万积分，一架3弓床弩耗费1万积分，以及10支铁零件共消耗500积分。木车被用来运输巨石和粮草等重物，而战炮和3弓床弩则是他的主要攻击手段。战炮，一种强力的投石车，可以将巨石投掷出极远的距离，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在秦泽的部队中，这些战炮被精心安置于炮车上，以便快速移动和部署。通过拉动强大的炮索，一块重达100斤的巨石可以被射出，击中1200米外的目标，落实的威力无穷。秦泽甚至还考虑过在炮石上加入火油或沥青，以增加杀伤力。尽管最终他未能在商城中找到这些物资，但他仍派人前往西京城收集，以满足他的战术需求。3弓床弩，一个由3张大弓组成的重型弩机，发射的铁零件既长又粗，射程可达1500米，威力巨大，足以穿透任何防御。在一次实验中，秦泽命令士兵试射战炮，以200余人同时拉动13条炮索，将一块重100斤的巨石投掷出去，测试其实战效果。结果显示，这样的攻击能轻易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甚至在敌群中造成大规模的伤亡。而在军营的另一端，白起和典韦2人围着战炮，讨论着这件新奇的武器。典韦对于战炮能将石头抛出如此远距离感到惊讶，而白起则预见了他对敌方防御工事的破坏力。他们还幻想着，如果能有一种方式让士兵从天而降进行斩首任务，将是多么的壮观。尽管这样的想法很快被白起以实际战斗的需要所取代。这年的冬天似乎格外早到，转眼间西京的地面已覆盖了一层薄冰霜。尽管严寒，城中人的热情不减，反而因为一场关乎西京未来安危的巨大战役而更加忙碌。这场战役由镇北王爷发起，目标是清除边境的屠元大军。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平安过一个好年，更影响到西京未来数年的安危。王爷强调，这次必须取得彻底胜利，因此城中的每个人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从储备火油到收集沥青，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在这紧张忙碌的氛围中，一天午时，西京城迎来了朝廷派来的不速之客。他们身着官服，神色急迫地进入西京，但随着他们深入城中，表情变得越来越阴沉。
当他们试图前往边境时，被一名身着布衣、腰挂9环大刀的虬髯大汉拦下。大汉的质问让官员们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尤其是当大汉细写地询问他们的来意后，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接下来的情况迅速恶化，随着更多的城民聚集，官员们发现自己处境不妙。尤其是当一名自称官府人员的男子揭露朝廷打算将西京割让给图元国的消息后，原本只是忧虑的情绪变成了公开的愤怒。虬髯大汉的一番言辞激起了人群的怒火，他们对朝廷的行为感到深深的背叛。情绪达到高潮时，虬髯大汉动作迅速，将领头的官员王岸从马上拉下。在揭开圣旨的那一刻，所有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发现朝廷竟然命令王爷退兵。虬髯大汉的愤怒表情和撕碎圣旨的举动，成为了西京人反抗朝廷的象征。与此同时，敌方的红河英雄米特里已经率领着60万大军逼近西京。在这样的压力下，西京的士兵们和百姓们展示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秦泽更是利用这段时间兑换了更多的战具，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在一片凛冽的冬日之中，冷风如刀割般呼啸穿梭，福家河上已覆上一层初冬的薄冰，标志着大前与图元国疆界的自然分隔。在这个冰封的前哨，一座宽阔的桥梁横跨两岸，成为了两国间唯一的连接。图元国的士兵整齐划一的列队正踏上这座桥，一步步进入大前的领土。河的另一侧，摩柯丁已带领着他的部下早早的前来迎接这支久违的援军。当看到桥上的队伍时，摩柯丁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与期待，他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笑着赞叹这些士兵的强健与威慑力，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的部将们也纷纷附和，特别是当提到米特里将军率领的雄鹰军时，他们更是信心满满，对即将到来的战役充满了胜利的预期。在一番战前动员之后，摩柯丁带领着援军返回军营，计划着接下来的战略部署。他们的目标明确，不仅要攻破西京，消灭镇北王的力量，还要一举占领整个城市，不留下任何反抗的余地。大军面前，米特里昂首挺胸，英俊的面容上充满了自信。他面向众人震声道：“先前因为这镇北王突然的袭击，导致我们损失了8万勇士。在之前是5年前，大前与我们一战，咱们不幸落败，被这大前杀了不少人。这2次战役，我米特里都未参战。但是这一次的战斗，我米特里不再缺席，我会亲自出手。他们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我米特里向你们保证，一定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这是一场必胜之战，我们需要一场彻底的胜利。胜利必将永远属于我们图元国。”如此振奋人心的话语落下，图元军士兵们喊得热烈：“胜利属于我们！”其中属于米特里的雄鹰军则大喊道：“让红河英雄的名字永远震慑大前！”与此同时，在西京城外的另一端，秦泽正忙碌着对抗即将到来的图元军。通过积分兑换系统，他筹备了大量的战争装备，包括重型战炮和3弓床弩等远程武器，为战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与他的部将典韦讨论着战术，对图元军的到来充满了期待与准备。就在双方各自准备的时候，消息传来，图元军终于开始了他们的行动。秦泽和他的将领们立刻调整战略，准备迎接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在这一刻，两军之间的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战争的火花即将点燃。典韦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无法掩饰他的兴奋，他的眼睛闪烁着期待的光芒。而秦泽却保持着冷静，提醒大家不要过于激动，因为真正的战斗尚未开始。他分析，敌军的援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人数必定众多，因此必须小心应对。白起也表示赞同，由于不能直接侦察敌营，敌军的具体兵力还是一个未知数。他推测，敌人如果决定继续战斗，肯定会派出超过他们的兵力。秦泽和白起讨论了对策，认为不应该主动出击，而是让敌人来攻。他们认为，如果现在攻击，敌人如果撤退，那么后续的援军可能会回国；而如果敌人主动来攻，那么说明敌军已经全部到齐，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样，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需要担心敌人的援军。秦泽认为，既然敌人选择来攻，那么就应该利用已有的战局最大化。接着，他们讨论了战略，决定断绝敌人的退路。霍去病此前探查到的福家河上的石桥，成为他们战略的关键。这座桥不仅是连接两国的重要通道，也是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计划是利用战炮和重弩在远处对石桥进行打击，使敌军无法撤退，只能选择战斗或困守。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在不直接交战的情况下消耗敌人的兵力。最后，白起详细安排了行动计划。霍去病将领导3万兵力和重型战具绕过敌军营地，从远处对石桥发起攻击。为了保密和效果，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绕道前进，以免被敌军发现。夜幕低垂，寂静的营地中萦绕着紧张而又预期的氛围。在一片昏暗的帐篷中，白起和秦泽身着战袍，在不安的夜晚里辗转反侧，思虑着即将到来的战事。秦泽终于站起身来，决定与白起讨论紧迫的战略调整。就在这时，白起也带着决断的步伐走出了帐篷，两人在夜色中相遇，如同战前的静默预兆。白起面无表情地直视秦泽，声音低沉而坚定，提出了以退为进，得战略。这正是秦泽所思，两人的心思不约而同。
他们计划将兵力全部撤回西京城。这个决定不仅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更是心理战的巧妙布局。他们将战炮和3弓重弩安置在关键位置，等待敌军的到来，预设了一场杀伤力极大的伏击。与此同时，敌方图原军营中，摩柯丁和米特里亦在紧张地策划着进攻计划。他们的目标是早日攻破西京城，但面对这样的决策，两军的对峙仿佛成了一场智力与勇气的较量。图原军的将领们在策略的讨论中显露出了既急躁又谨慎的态度，最终决定在短暂的准备后立即出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西京城。清晨，当初升的红日透过稀薄的薄雾洒在大地上，覆盖着荒野的荒草上镶嵌着层层细碎的霜花，它们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图原营地静寂了10余日，终于迎来了活力的喘息。随着一声沉闷的轰响，巨大的营地大门缓缓打开，一队骑兵整齐有序地驰出，尘土飞扬中，领头的是一位身姿挺拔的将领，摩柯丁麾下的参将马歇尔。手下骑兵虽不多，但每一匹战马都精选中了良驹，速度极快。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查敌情。天色渐明，马歇尔率领的队伍在荒原上疾行，尘土与晨雾交织成一幅奔放的图画。不久，马歇尔的目光锐利如刃，前方出现了蒙古铁骑，他们快速向西京方向进发。这情形让马歇尔心头一紧，立即下令全体小心，警惕可能的埋伏。但蒙古铁骑似乎对这突如其来的对峙毫无准备，见到马歇尔等人，即刻改变方向，似乎在逃避。马歇尔不禁冷笑，认为这是对方的小策略，但他并未轻举妄动，选择继续小心翼翼的追踪。这一追踪直到中午时分，马歇尔回到营地，急匆匆地向摩柯丁报告他的发现：蒙古兵马似乎真的撤退了。摩柯丁虽然一度不相信，但最终确认敌人确实退守到了西京城中。这个发现让摩柯丁和他的将领们获得了一丝喜悦，他们相信这是对方兵力不足的表现，也是他们胜利的先兆。营地中战意高涨，摩柯丁和他的将领们，包括信仰坚定的米特里和渴望报仇的屠沙东，都准备用攻城器械，以雷霆手段攻入西京城。他们相信胜利将会属于他们，西京这片土地的主权将重归图原国。随着下午时分的到来，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军队开始向西京进发。在他们中间，米特里携带着10字吊坠，低声祈祷，而屠沙东则紧握拳头，眼中充满了仇恨和决心。图原大军的行进似乎是一场预定的胜利的序曲，他们的攻城器械，包括高大的云梯和塔楼，都在士兵的拉扯下缓缓前进。与此同时，在西京城中，守军也做好了准备。秦泽与他的将领们白起和典韦冷静地注视着远处的敌军。城墙上准备就绪的3弓床弩和战炮，以及正在熬煮的沥青，都显示出守军的决心和准备。在西京城的古老城楼之上，氛围紧张而又沉静。典韦身躯如铁塔般巍峨，转向秦泽，眉眼中透露出战意。主公，敌人已近，是时候发动攻击了吗？秦泽面容沉稳如古井无波，摇了摇头，语气平淡却充满了坚定。不急，让他们更近些。他继续道：越近，铁灵剑的致命性越强。远处的敌人用战炮投射巨石，等待直到敌人尽数进入射程，届时一举歼灭。典韦领命，而旁边的白起，一位战场老将，向城楼上的士兵传达具体指示：敌军一旦接近，准确报出方位，拉动恰当数量的哨索，最远距离用上13条，确保每一箭必中。城外，图原的军队缓缓行进，骑兵让出道路，步兵挺身而出，携带攻城器械，意图攻破城门。中间，一台巨大的攻城锤由重甲战马拉动，显得格外威猛。攻城塔和云梯被设立，准备一旦靠近城墙即可展开攻击。米特里穿着绯红色盔甲，手挂宝石镶嵌的大剑，站在雄鹰军中。他的军队色彩鲜明，战力超群，已在无数战役中证明了其不败之名。他遥望西京城，虽是首次亲眼所见，却已计划将其攻下。摩柯丁的声音如同战鼓般激荡人气，快速冲击城门，一举攻破西京，后续兵马紧随其后。他身披金黄战甲，骑于骏马之上，眼神犹如烈火，严肃的面容映衬出他对每一场战斗的重视。摩柯丁深知，面对西京城的坚守，城内守军必将拼死抵抗，因此他决定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展开全力的猛攻。一旦突破城门，那庞大的军队便能横扫一切，迅速消灭敌人。随着指令下达，焚云车和其他攻城器械迅速被推入战场，无数战马拉动着重型车辆，士兵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摩柯丁冷静地注视着远方的城楼，心中清楚，随着距离的缩短，守城的敌军必将射出箭雨来阻挡。但他信心十足，焚云车将成为坚固的盾牌，战马披上铁甲，士兵们身着特制的甲胄，手持盾牌，足以抵挡箭矢的攻击。随着军队不断推进，从2000米到1500米，天空变得昏暗，风声和马蹄声交织成一曲战争的交响乐。50余万大军的威势仿佛黑云压城，图原兵的呐喊声更是震天价响。杀！攻破城门！参将挥舞长枪，激励着士兵冲破城墙，架上云梯，用冲车撞开城门，夺回我们的西京。士兵们的喊杀声震动着整个战场，
连城外的飞鸟也被惊得飞向高空。距离西京城还不到1500米时，昨夜城门附近已经清空，所有人退守城内，战场即将围绕城墙展开。蒙古骑兵凝重地等待着进攻的命令，铁锅中的沥青沸腾，火油密封在瓦罐中，准备在喷中破裂，释放出毁灭性的力量。战炮上，士兵们紧握粗大的哨索，只等指令便会投射出巨石，开启这场生死攻防。随着两军逐渐接近，城内的百姓紧张而焦虑，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一个小孩在这压抑的气氛中突然哭泣，被他父亲安慰着，指向远方的城门：“别怕，那些敌人不过是纸老虎。”